投资房地产最重要的本事就是踩准周期。2025年美国独栋住宅的拐点来了吗？想象一下，如果在2010年入手美国房产，你的物业价值至少增值了2倍以上。美国房地产市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，那就是周期性，而这也是最大的确定性。但是在美国，不同的房地产类型也表现出周期的不同阶段。2025年，美国各类型房地产分别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呢？哪些市场还大有可为？哪些市场已经是明日黄花了？首先，我们要清晰房地产周期的持续性，它可能是3年、5年、10年，甚至20年一个周期，也可能在特别热门的市场，周期短至1年不到。然而，所有的周期都有4个阶段，分别是扩张期、高峰期、衰退期、复苏期。而影响周期的核心因素主要是供求的关系。如果将供求的关系放在时间轴上面，便形成了上述的4个阶段的主要特点。扩张期的特点是市场供不应求，导致开发商和交易活跃，报批和开工量的明显增加，价格快速上涨。高峰期的特点就是市场进入了供需平衡，价格趋于稳定，但是因为地产施工的延期性，导致市场上大量工程仍在施工当中。衰退期的特点就是由于施工的数据滞后，新增的供应超过需求，出现了供大于求，交易减少，不良贷款的增多。复苏期的特点就是随着不良资产被出仓，价格到达周期的最低点，交易逐渐回暖，市场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期。投资人应该如何识别周期，并在实战中进行应用呢？细致分析美国不同类型房地产，比如独栋房产市场、多家庭公寓市场、办公楼市场、商业零售市场、仓储房地产、自住式仓储市场在2025年所处的周期阶段，让您宏观的把控投资方向的准确性。作为投资人，我们需要关注周期的3个核心数据：供给端的动态、新建项目数量和市场的供应量、人口的流动、区域迁移和人口增长。具体主要就看就业的机会的增加、贷款利率，这个是决定需求的核心因素。看一下独栋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，要分析这个市场，先看一下短期的供求关系。供给市场，新房市场，截止2024年的11月，美国新建住宅库存约为49万套，按照当前销售的速度下，去化周期需要8到9个月的时间。新房库存已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，但是局部的区域情况却大不一样。比如说，美国南部的区域独栋别墅销售增加了13.9%，中西部的区域上升了17.3%，但是东北部的销量直接夭折，下降了41%，这个区域的降幅最大。西部也没有好得到哪里去，降到了7.5%。二手房市场，截止2024年10月，美国二手房市场的总库存约为133万套，去化周期为3.8个月。关于二手房销售库存量，从1982年到2024年，最高库存时期是2007年的7月。2008年地产危机来临的前夜，库存是404万套。最低时期是2022年1月，库存仅有86万套。联储为刺激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，大放水，资金流向楼市。
同时，大家受政策的影响，房产基本是一抢而空，二手房交易周期延迟。2024年12月，一半的活跃房产在市场上已经躺平了70天以上。这个月是过去2年以来地产交易最少的月份，因为大家都在等这波联储的降息。结果2025年1月17日，30年房贷固定的利率涨到了7.11%。新房开工量截止2024年11月份，美国新房开工量是101.1万套，自1965年以来的65年时间里，美国平均新房开工量是101.4万套，最高峰是2006年的182.3万套，最低值是2009年3月，是35.3万套。目前的新房供应量基本符合过去65年的平均水平，这意味着供应端没有明显的减少，而市场上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多。所以，总结了美国的库存房产，一手和二手均处于09年以来的高位水平，而且开工量未见减少，供应量充足。接下来看需求端，美国人现在为什么买不起房呢？因为收入跟不上节奏，工资上涨。2024年11月份，美国人均的工资同期增长5.8%，当时的通胀率是2.9%，远超过了疫情前的2%左右的平均水平。但是这个工资的涨幅是低于1965年以来的平均工资涨幅6.18%。1965年以来，工作涨幅最高的是2021年4月，同比增长15.4%，工资增长最低是2020年4月，是-6%。家庭购买能力，根据2024年11月17日纽约邮报的报道，2024年第三季度要买得起美国目前中位数的房价，需要年收入约10.7万，而目前仅有36%的家庭收入可以买得起，这一比例远低于2019年的59%，购买能力大幅下降。在加州的圣何塞，房屋中位数价格约为130万美元，仅有不到15%的家庭能够买得起。由于利息太高，房贷太贵，目前30年房贷的利率高达7.11%，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。中位数的房租，截止2024年12月，美国的房租中位数是$1594，这一数字同比下降1.9%，主要受到了大量的新造的公寓出租房上市的影响。那么，按照美国现房中位数房价40.61万美元的80%来计算，目前利率是7.11%，那么中位数的房价30年的固定利息的月供是2185.49美元，这租房和买房月供还还款相差了591美元。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，买房不如租房划算。持有成本及投资阻力的增加，地产税。根据一家专注于房地产数据的领先提供商2024年12月23日报道，美国独栋房产市场的平均房产税账单为4062美元，比2023年增长4.1%。房屋保险，在自然灾害频繁的德州、佛州和洛杉矶山火的加州，由于飓风、龙卷风、野火、地震、洪水、冰雹、雪霜、严重风暴、野火和冬季风暴等等，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市场，或大幅地提高了保费。佛罗里达州年均保费已达到了
$10,996，远高于美国平均保费$2,377。维护成本。根据《纽约邮报》报道，美国房主每年在维护和维修上的隐形花费平均约为$3,192，这一数字比较4年前增长了26%，主要是由于材料和人工成本的上升。同时，《华尔街日报》2024年12月23日报道提到，房主仅在房屋维修方面的平均月支出约为$500。周期性维修基本都是电器维修、地毯清洁和草坪护理等等的服务。对于更大的维修，比如新的屋顶或者热水器，可能会花费更多，费用直接让人大吃一惊。租客的保护法案让房东非常的头疼，在加州、纽约和俄勒冈这些租客的天堂，驱逐租客难如登天。这些城市对租客非常的保护。在纽约州有全美国最严格的租金控制条款，比如租金涨租的限制。租客可以长期享受较低的租金。驱赶租客理由必须合法，这意味着租客在驱逐的过程当中有充分的申辩的机会。加州全州内租金增长不得超过5%，加通胀率一般就限制在10%以内。比如美国南部的区域，独栋别墅销售增加了13.9%，中西部的区域上升了17.3%，但是东北部的销售直接夭折，下降了41%。这个区域幅度最大，西部也没有好得到哪里去，降低了7.5%。俄勒冈全州的租金增长的上限为7%和通胀率，但是德克萨斯、佐治亚州等是没有租金增长限制的。房租的涨幅，租金的涨幅，2024年12月份租金平均同比涨幅是4.6%，略高于2015年以来的租金平均的涨幅。但是在2021年前的25年，美国的通胀率只在2%左右。这2年的高通胀率，这个租金的实际涨幅算是很低的，主要是有2个原因。这2年大量的新造公寓房竣工，供应量大增，工资涨幅太低。2021年到2023年，房租的涨幅太快了，目前房租已经超过大部分家庭可承受的水平。房价房租比就是房价除以房租的比值，比值越大，说明租金的收益就越低。目前是133.75，是近30年以来的最高值，主要的原因还是房价过高。目前房价已经超过了购买力，中位数的房价是40.2万，平均房价从2022年的12月56.9万降到了2024年11月份是47.8万，降幅14.9%。但是贷款利率接近7%，购买的能力有限的导致了现在首次购房者的中位年龄已经升到了38岁，这说明了更多的人选择等等再说，创造了历史的新高。所以，针对美国目前的独栋房产的市场，结论是目前处于房价开始下跌的时期，就是刚刚狂欢过后的消停期。全美国范围来讲，未来的2年房价处于下降的通道，供应量太大，新房的施工量还没有降速。另外就是利率的问题，未来的2年贷款的利率是6%到7%左右，大部分的家庭无法供得起房贷，不得不
继续租房。再者，现在有中位数的房价已经使64%的家庭付不起了首付，推迟购房已是老美的常态。首套购房的人群已经到了38岁。维护成本和租客的保护法，导致了投资客会越来越少，更加的缩减了未来2年的购房的需求。总之，总体来看，未来2年独栋房产投资没有太大的机会，个别区域除外。在中国，很多人习惯了买房就等着升值，但是在美国，市场更注重的是现金流。美国房产的持有成本较高，负现金流的风险更大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的正向的现金流，其次才是对房产的增值的考量。关注并私聊我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，免费获得最新美国地产投资干货指南。地产投资实战经验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，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投资的本质，获得更多美国地产投资，持续了解美国地产投资，回报和风险永远成正比，这是美国基金资金结构的核心逻辑。点赞关注不会迷路，欢迎订阅和评论。